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美国之音的话题。前天啊，也就是2月10号，美国国家效率部的部长、美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享受副国际待遇的马斯克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是时候该关闭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了。他还说了3点理由。第一呢，他说欧洲现在已经自由了。第二，他说这些媒体写的报道根本就没人看。第三呢，他说这都是一些左派激进人士控制的机构，自说自话，每年浪费美国纳税人10亿美金。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马斯克所说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呢，在美国都属于美国的国际媒体署。这个国际媒体署是一个挺大的机构它下辖很多家媒体大名鼎鼎的美国之音，这一般人都知道。紧接着还有自由亚洲、自由欧洲，还有一个针对古巴的一个广播的机构，还有一个针对中东的广播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加起来呢，一年的经费差不多是10亿美金，其中美国之音呢是2.6亿美金马斯克就说了，这些机构通通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大家都知道，最近马斯克这个效率部特别不得了，上去之后就要砍掉美国这个国际开发署那美国这个国际开发署一年的经费大概是500亿美金呢，那雇员有1万多人呢。马斯克宣布了，这1万多雇员直接裁掉，裁掉之后裁掉多少呢？保留200多个人，然后让这些人现在都放假。他不是利用 AI 来给这个国际开发署来查账吗？一查账不是查出很多丑闻呢？这个话题咱们回头再详聊总而言之，马斯克现在呢想要对这个国际媒体署动刀子，也就是说想要真的把美国之音包括自由欧洲、自由亚洲这些美国政府出资办的媒体通通砍掉。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立刻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就特地去美国之音的网站去看了一下美国之音的网站你一打开上面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聆听真实的声音。那我就想看了，这马斯克要取消美国之音，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会不会报道呢？我一看还真就没有报道。那你说这个事情就有点蹊跷了我觉得美国之音这一点呢，做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还不如中央电视台。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这个过去的往事2009年，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那个大裤衩旁边那个配楼不就着火了吗？2月9号的时候当天是个大事儿你想想，央视的总部大楼在北京最繁华的东三环的边上着火了。大家都看中央电视台那天会不会给报道。我那天晚上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间，晚上9点钟晚间新闻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就终于开始报道了。报道之前呢，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罗明、分管新闻的，还有我们新闻中心的主任梁晓涛，全都跑到了演播室，说准备上一条我们央视自己要着火的新闻，上一条简讯。这简讯只有一句话：本台最新消息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今天呢发生了火灾。然后呢上一个图片，这图片呢不能上视频这图片当时在这个开播之前，这罗明梁晓涛都在那看。他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图片呢这角度不能让人给人感觉这个火是那主楼着的火，而是一看让人觉得是配楼着的火。调，我就在旁边，我就看这个场景。我们当时那员工都传遍了，说大家就注意到了吗？央视我们自己的大裤衩那边着火了，大家奔走相告。所以你看到了吗？央视虽然是个喉舌机构但是人家自己着火了，人家还是报了，对吧？那虽然报的不太详细吧，就报了一句话，但是还是报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的央视总部大楼着了火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美国之音，这美国之音马斯克要准备把它开刀，要准备给它搞掉，这对美国之音来说那是灭顶之灾多大的事儿他竟然不报道，他装作好像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之音你看到了吗？他说聆听真相的声音好像是也是跟他的这个座右铭不太相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关于马斯克美国之音这个到底应不应该取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美国之音早就不应该存在了，对吧？当时很多人攻击我说你看这个大外宣。但是你现在看人家马斯克现在作为新一届的美国政府的效率部部长、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人家也认为美国之音应该关门。
当然我就不知道了啊，马斯克他认为美国之音应该关门，是不是看了我前一段时间的推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要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论述一下美国之音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推动一下美国的国家体制改革的这个进程，让他们尽早的把美国之音这样的一种美国的大外宣机构赶紧关掉。那我个人觉得，对整个世界的舆论，它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推动措施吧。好了，我们就开始来讲一讲为什么美国之音呢应该被关门啊。这讲起美国之音呢，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一代人超过50岁以上的中国人呢，对美国之音印象第一都非常深刻，第二呢，一般来说还都挺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少了，那个时候呢，除了看报纸以外呢，其实就是听广播。报纸中间有个比较重要的叫参考消息，处级以上的干部可以看参考消息，一般人没机会看嘛。你要看国际上的新闻，那你只能看参考消息。那广播啊、收音机啊，那个时候是普通的人呢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这广播里头就有门道了啊。那共产党他们国内不天天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吗？但是当时的广播呢是短波收音机，这短波收音机啊就可以传得很远，就可以收听敌台。当时的这敌台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敌台就是来自于台湾的，台湾那个时候那中华民国啊，什么自由中国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广播啊，每天就宣传说你共军的兄弟们是吧？你可以欢迎到台湾来投诚，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开着飞机过来，给你发多少两黄金，然后这边还有美女。他说那个声音呢，那软软糯糯的，让人听起来之后确实都想开飞机到台湾去啊。中共空军官兵弟兄们，凡是驾机或者策动起义来归者，依照下面标准发给奖金：轰6行奖黄金8000两，歼7行奖黄金7000两。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敌台呢，就是这个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当时在短波里头每天覆盖过很多个波段。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啊，我们家里头是有个收音机啊。那时候要想偷听这个敌台啊，都到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啊，窗帘拉上。然后我父亲那时候啊，就把那收音机仔细调来调去，然后呢，就调到了美国之音。美国之音的声音呢，一般来说那女播音员声音也非常好听，它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些播音员呢，那完全不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女播音员都是那个非常铿锵有力，想要跟你打架，或者是想要跟你吵架。但是呢，那美国之音的播音员呢，那声音呢，它虽然不像台湾的那个软软糯糯的，但是呢，它也有女性的那种声音的磁性美。所以当时啊，我们都非常想听美国之音呢。那美国之音当时报道的内容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那高层，毛泽东啊、邓小平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斗争啊，你要想听的话，它会有。那在中国的媒体报道里是完全没有的啊，对吧？那完全报道体系是不一样的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一些中国的一些自然灾害啊、社会新闻呢。那个时候自然灾害也是在中国不能报道的，所以你在哪发生了自然灾害，你完全不知道。但你通过美国之音，你可以获得一些信息。第三个就是关于国际新闻。中国当时国内报道的国际新闻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呐、古巴呀，那时候啊关系比较好的时候都报道这些啊。苏联关系搞不好之后就报道越南、古巴，还有那个阿尔巴尼亚。那其他实际上大多数国家感觉就不存在，所以也没有什么国际新闻。但是美国之音会弥补我们这方面的那个内容缺失啊。还有叫他经常放一些音乐啊，包括介绍一些美国社会的这个内容啊，听完之后让人为之向往。所以那个时候听美国之音这个敌台啊，应该说是我们那个年龄阶段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经历啊。那么美国之音呢，它在中国社会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实际上中国的普罗大众是通过美国之音获得的。你就比如说1971年，林彪当时不是从中国叛逃吗？然后飞机飞到温都尔汗摔下来了啊！这个消息在国内是被严密封锁的。本来10大的时候，那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已经写入党纲了。
那祝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那天天喊口号的时候都已经顺理成章了。但是，一夜之间，林彪不见了。这几个月的时间，林彪从中国消失了，但是谁也不知道林彪到底怎么回事。但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就率先报道了，说林彪已经从中国叛逃，并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摔死了。这个消息啊，就在底下，大家互相之间在开始窃窃私语的传播啊。那么，中国关于林彪叛逃到外蒙古摔死这个新闻，大概经历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一级一级传达下去。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当时被充军发配到江西的邓小平，也是通过美国之音才知道了林彪摔死的温都尔汗。据他当时的女儿回忆啊，说邓小平听到林彪摔死之后啊，很长时间沉默不语。当然，他可能也意识到他新的机会又来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做检查，说希望还能够重新出来做一点事情。于是才有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这个故事啊。那你可见美国之音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啊。其实中国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呢，都是跟美国之音有不解之缘。你比如说89年，李鹏不是写过一篇这个关键日记吗？记载那个6·4期间的事情啊。在他这个日记里啊，他提到了14次美国之音，哪天美国之音怎么报道的。那你可见李鹏当时每天是收看美国之音的。这李鹏是不是收看新闻联播咱不知道，但是美国之音他看来收看的是挺勤的。还你比如说赵紫阳，赵紫阳后来被软禁了嘛，软禁的赵紫阳，据他女儿回忆啊，他实际上收听美国之音就成为他的软禁期间获得外界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这江泽民有一次还专门讲过美国之音，这个具体的那个视频我找不到了，我前一段时期啊，我还专门看过。江泽民当时就讲，他说美国之音呢，当时在中国附近呢，他这一个船上搞了一个功率非常大的发射信号，结果呢，中国的这个干扰机呀，就干扰不过了嘛，所以就中国就在陕西那边又建了一个更大的这个信号屏蔽的机构，就是要跟美国之音互相干扰，因为那个时候敌台嘛。敌台你到中国来说，你中国就要在那个频段里头发射干扰信号，那干扰信号全是那噪声，所以你听的时候，然后你听两句清晰了之后，紧接着几分钟之后又全都变成了这个噪声了，所以听得非常不清晰，听起来无比痛苦。但是就是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下，美国之音成为了穿透中国外界跟中国信息控制墙的一束信息之光，这一点毫不夸张。到了52年的时候，看到51年这么多人枪毙掉了，当中都有一条罪行，就是偷听敌台。那我就跟我爸就说，你就不要再听了，然后小孩不要管，就不要管。但是呢，我有时候到我父母亲房间，我还看到他慢慢在那儿听这个东西。有时候我爸爸在听，我也凑过去听。他还看我，好像也是高中学生大了，他也跟我一起听，但是每次就要跟我讲，不许乱讲啊，不许跟别人讲啊，你将来就要杀头的。所以我们到农村以后，77年当中听美国之音，说句老实话，很普遍，因为没有那个消息过来啊，只能从美国之音当中听点消息。比如说阿波罗3天，我们是从美国之音里面知道的。这阿波罗3天，把我们简直是太震惊了。都登月了，我们这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一锄一锄的干农活。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美国之音啊，在中国呢就陆续被解禁了啊。他呢还做了一些这些英语培训的节目。大家都知道，美国之音做了一档节目，叫做这个英语900句。这个英语900句呢，当时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何立达主持播讲英语900句。他那个主持人叫何立达，这何立达呢是个北京人啊，后来呢跟着自己的父母呢到了美国。1955年的时候，他进入到了美国之音工作啊。他呢就主持了英语900句这个栏目，每天教你15句英语，一共60课。无数中国人那时候街头啊就拿着收音机啊来听英语900句。我自己本人并没有想到，做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美国之音的一部分。
第一，我觉得那时候的时机很好，那我相信播报的声音呢还是不错。我对于这个节目呢也非常有兴趣，也用了一些脑筋，所以我看这就是成功一个因素。主要的我还是觉得那时候大陆真是一般的人都是想学英语，可是很可怜，没有英语教师。这何立达后来退休之后一直活到了101岁，应该说是一代中国人收音机中间的记忆。这英语900季之后呢，他们又搞了一个叫终极美国英语终极美国英语那个主持人叫白晓林。后来这个白晓林呢离开了美国之音，就到美国政府工作了还成为了驻中国武汉的总领事，现在好像还是外交官呢，好像变成了驻沈阳的总领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代中国人跟美国之音之间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美国之音解禁之后，很多人给美国之音写信，美国之音就给他们寄一些挂历还寄一些这个节目单，谁能收到这个大家都觉得特别光荣。据中国官方公布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之音在中国呢一共有1700万听众你想想，这个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后来呢，我做了媒体人呢，我也大致了解了美国之音的发展历程这美国之音呢，最早它是1941年美国政府资助开始做起来的。当时日军不是占领了菲律宾吗？麦克阿瑟就在这个菲律宾跟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这种战斗。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民间的机构，开始呢去做一些广播。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不能办媒体的，因为美国政府办媒体，你就变成操纵舆论了嘛。那么暂时美国有这个需要，所以一开始就是把一些信息给一些私人机构。到了1941年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开始办起了广播。到了1942年，美国向纳粹宣战的时候这个机构就越来越庞大。美国之音呢，就正式的开始向国际社会广播那么在广播的过程中，美国之音有一句口头禅，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和你在一起，新闻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但是呢，我们给您传播的是真实的消息。”这句话呢，后来也就成为了美国之音的一个座右铭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史迪威，就是中国远征军史迪威那美国人领导的嘛，在缅甸战场上跟日军打仗失败了嘛，之后整个军队就退到了印度这个消息当时美国军方是不希望媒体发布的，但是美国之音呢，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声音，所以还是要把这个信息给发布。那美国军方他可能是担心动摇军心嘛，那你亚洲战场，你这个美军被日军打败了，但是美国之音认为你不能传播真实的声音，那你美国之音的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所以美国之音就最后还是把这个消息给公布了。据战后有些日本军人回忆他们一开始听美国之音呢也不太相信，因为是美国政府办的嘛。但是后来他们听到了美国之音在报道美军在缅甸战场上被日军打败的消息之后呢，很多日本军人就相信说美国之音，你别说，人家报道的都是真实的消息，所以他们听美国之音也成了日军获取国际新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之音的口碑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他对战争期间敌我双方的民众，也包括军方那个渗透力和影响力都非常的高。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之音大概已经用48种语言在不断的向全世界进行广播。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呢，这美国之音的历史使命就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所以他这个机构呢就大幅度的被裁减人员，好像裁的七七八八的，就大概就剩下了10-20个人。紧接着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冷战又开始了，就是把希特勒打败了之后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跟美国为首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2大阵营。而苏联所形成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他们对信息的控制呢，实际上跟美军之间，跟美国这个西方国家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对垒。所以这个时候似乎又有针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所谓的宣传的需要。所以这时候美国又希望能够把美国之音的这个历史使命给延续下来。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你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那么美国宪法又规定你美国政府不能办媒体，那怎么办呢？1948年在美国的国会就立了一个法，就是什么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法。这个交流法就规定说你美国政府你是可以办媒体，
但是你办这个媒体啊，你第一，你不能在美国国内播出，你只能在海外播出。你向海外播出没事儿，说白了就是你搞一个外宣机构可以，你不能搞内宣。你搞内宣的话，就相当于控制媒体、控制舆论了吗？这第二，你传播这个内容啊，你必须符合真相，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啊。据说当时这个法案在通过的时候，美国的那个国务卿马歇尔啊，也包括美国当时的那个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啊，都到国会去作证。那马歇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嘛，他当时就说，他说我们美国给这些国家这么多援助，在援助的过程中，我们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援助啊，对吧？你不解释的话，钱都花出去，那没这个道理啊。艾森豪威尔他们也说啊，跟苏联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需要美国有一个宣传的工具，所以最终呢就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个法案呢，当时就规定了美国之音呢，它的传播的使命一共有6条。第一条呢要传播事实，第二呢就是解释美国的动机，第3点呢就是提振士气，第4呢就是传播真实有说服力的美国的生活方法论，还有美国社会的理想。第5就是由一些误传和歪曲的信息做斗争。第6就是积极的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这是美国之音的6大使命啊。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啊，美国之音在战后呢就重新走上了繁荣之路，规模也越来越大啊。当时啊，美国之音呢还雇了一艘退役的驱逐舰，在欧洲啊开始啊发射这些短波信号，把这个驱逐舰改名叫信使号。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s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as its first seagoing radio transmitter. 信使号向铁幕后面的人民播放新闻和音乐，并带来希望。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委任了这艘船，使它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传播工具。当时很多欧洲人呢，确实听美国之音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当然也包括亚洲了。亚洲当时好像他们也搞了一艘船，是吧？向中国开始传播这些声音。当然了，苏联和中国啊，那就开始不停的干扰啊。美国努力要把信息送到铁幕之后，苏联也同样努力地阻止这些信息的传播。Here's how jamming sounds when it cuts in on a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 改革开放之后呢，由于啊中国啊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就解冻了啊。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就不再封闭这个美国之音了，而美国之音呢还派记者到中国，有了驻站记者，在中国进行报道，那是中美之间的80年代的蜜月期嘛。但是事情到了1989年，风云突变啊。89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8964啊，8964期间，中国国内的媒体啊对这些学生报道确实也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外媒当时的报道啊也是成为一景啊。当年我在天安门广场呢，不是待了10几天吗？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2层和3层，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外国记者。那些外国记者一天全天候24小时对学生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进行报道。当然，这中间也包括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啊，当时在中国的驻站记者名叫裴鑫。这个裴鑫啊，在64的报道过程中间，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啊。你比如说6月4号那天镇压。6月4号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的一名学生，这个裴鑫啊，就第一时间采访了他。那个学生就讲到啊，他说他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路上呢就看到了几百具尸体。然后呢，他说解放军对学生用刺刀捅，那有一个女生说，她说扑到那个解放军身上，解放军用刺刀捅这个女生。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传播到外面去了。而且6月5号这一天，美国之音做的关于北京64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这个报道啊，成为了美国之音报道历史上不朽的一个新闻报道。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罗大任。现在我们播出华府特快，我们今天取消了原定所有播出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有关中国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报道，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大事。
中国军队星期天早上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开枪扫射，挥舞刺刀，并且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了示威群众。据估计，至少打死了1000多人。军队指挥人员声称，占领广场是初步胜利，要求属下部队战斗到底。星期一，北京又听到了枪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道也发生了冲突，广场上到处都是血迹，四周散布着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坦克车的残骸，这都是星期天一早军队展开血腥镇压手段留下来的残迹。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青年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中国各地居民到处搜寻香港的报纸，希望了解事件的经过。上海、广州、南京、长沙、天津以及其他城市都发动了抗议示威。6·4镇压之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立刻就被管制了，就不能再报道了。那么美国之音就把他的那个报道时间从每天8个小时延长到11个小时，全天候一直在报道当时发生在北京的镇压事件。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呢，就成了中国抗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表达的途径，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发生了什么，也让中国国内的人知道了国际媒体怎么关注中国的事态报道，成为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进程中间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的这个知音的记者裴鑫呢，在6·4之后呢，他有一段个人传奇的经历啊。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呢，他当时因为录了很多的这个录音带嘛，他怕共产党啊，当时去把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站给抄了，把他这个录音带给抄了，所以他把这个录音带就全部寄给了他自己的朋友，然后让他自己的朋友隔段时间再寄回给自己，这样的话他这个录音带就相对比较安全嘛。但是没过几天，好像是6月10几号，他就被中国的外交部给叫过去了。叫过去之后呢，外交部就跟他说，他说他一进那个房间呢，外交部人就开着摄像机来对着他拍，说你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你在中国寻衅滋事，煽动反革命暴乱，我们宣布你72个小时之内必须离开中国。当时这个裴鑫啊，看到这外交部的人拿着录像机对他进行录制啊，他就问，他说那我能不能录音呢？既然你录音的话，那外交部的人说你可以录，他就打开了录音机，也把这个过程给录下来了啊。但他说他录完之后啊，想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呢，那外交部的人说你把你的录音带留下。这裴鑫当时啊就灵机一动，他说啊，我个人呢都没什么，但是这个录音带啊属于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属于美国政府啊，那属于美国政府的资产，我没有权利处理啊，我得打电话啊。于是他就跟美国之音的同伴打电话，说现在中国政府要驱逐我，要离开中国。然后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让他把录音带啊，然后给扣留交给他们啊，就保下了这份录音带。回去之后，他就必须得收拾自己的行李啊，离开中国啊。他当时事后回忆，有一个细节令他终身难忘。他说啊，他在这收拾东西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的房间里电话响起来了。他说电话对面呢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人呢年纪看起来不是很大，电话里就跟他讲说不要灰心4个字。他给对方也回了一句话，他说你也不要灰心。他说这个电话令他终身难忘。裴鑫呢回到美国之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退休了。他说他退休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他这一生啊见证了无数个国家啊那个民众的抗争，这些国家的民众啊渴望自由和民主的那种心情啊令他终身难忘。他们那种在追求民主自由过程中间那种孤注一掷的执着啊令他感人至深。应该说啊，美国之音当年的那个形态啊没有辜负美国政府啊当时设立时候所设计的初衷。但是啊，自从89年之后啊，应该说这个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之音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渐渐的就掉队了，
好了，那我们明天就接着来讲美国之音的故事了。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s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as its first seagoing radio transmitter. 信使号向铁幕后面的人民播放新闻和音乐。现在我们播出华府特快。我们今天取消了原定所有播出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有关中国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报道，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大事。中国军队星期天早上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开枪扫射，挥舞刺刀，并且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了示威群众。据估计，至少打死了1000多人。